我有一段不幸的婚姻，这段婚姻呢，我维持了17年。离婚之后呢，我认为我重新又找到了幸福。就总觉得好像是应该跟我在一起，他应该是最幸福的。我特别需要这种男人，他真的特别幸福。后来呢，她老公就给我经常也打电话也发信息，你们俩就根本就不可能。就是毕竟她跟她前夫有个孩子。哎呀，有时候看着儿子也挺可怜。我现在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选择。万一有一天她要回到她的前夫身边，我怎么办？历尽风雨，你要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呢？答案其实它在他们自己的手里。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主人公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大军44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是一位司专单位的干部；女主人公小春43岁，来自辽宁，是一位个体经营者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欢迎两位哈啊！认识多久了？我们从初中同学时候就认识。哦，初中同学就认识。对，属于完了初恋情人吧？初恋情人是。我跟他俩初恋的时候，双方家长不同意啊，之后呢，一个聚会的时候就认识一个朋友，完了就是跟着朋友之后结婚了。结婚我现在加上离婚一块儿，一共19年了。您后来结婚了吗？结婚了，也是离异是吧？对啊，那是在离婚之后，等于两个初恋情人又相碰了是吧？对，也是挺偶然的吧？他是大连人，我是黑龙江的，我大姨那边就是没有男孩，他特别喜欢男孩。我们家姊妹多一点，当时家里条件不算太好，所以说我就到了我姨那边去读的中学、初中。他刚好他们家跟我姨家是邻居，所以说也是我们在一个班上学，就这么样。就是经常在一起，这么认识了，特别熟悉啊，什么，后来呢，彼此之间吧，就是有一定感情，但是父母双方都不同意，就这么样，我离开了他。08年那个时候，我自己开了个特别小的一个小服装店儿。完了也是有一天，他跟好多朋友，一共有5、6个哥们儿路过我门口，但是我看着这人特熟，我过去我说：“哎，你是大军吧？”他说：“哎妈，他怎么是你呢？”反正2个人那个时候感觉也挺激动的，就这么呢，我们俩聊了之后了，就是互相也就是留了电话联系方式。您那时候离婚了吗？那时候还没有，那时候他还没有离婚，还没有啊。他当时认识我。那您那时候是单身还是？您那时候离婚？那时候已经离婚了。我离婚比他早啊。那您的离婚跟这个人的出现有关系吗？坦诚的说。如果是任何一个人听了都是有关系啊。事实上呢？事实上真没事儿啊。就连我儿子和我前夫都说我跟他俩关系不正常。其实真是没这么回事儿。他的离婚跟我没有关系。我当时是虽然说我们俩是初恋情人，但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。偶然见面，也只是在一起吃饭呐、聊聊天什么的。他那个老公吧，前夫吧，对他猜疑特别重。只要是我一在家，手机放兜里都不行，他都能给你找出来。他这个毛病不是1天2天，因为我记得特别严重一次事儿，就是我在老家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不是都下岗了吗？下岗之后不能跟家做13空啊，我干点什么呢？我说我去做保姆吧。那一天我是在人家正做事儿的时候，我妈给我打电话呢，我儿子就是有点发烧，因为我伺候那老太太她是尿毒症，1个星期1、3、5突袭呢。我妈打电话那会儿我就有点着急了。那天正好他儿子也在家呢，他儿子就开车给我送回家了。他那个时候他就在家门口呢，就看到我回去，刚一下车过去，什么关系呢？我说这是人阿姨家那个儿子，我孩子病了。我说你别瞎想呢。他当时你知什么做法吗？一般人都想象不到的事儿，上去就我2个嘴巴，结果他说我给他戴绿帽子都戴到家门口了。哎，我真的特别冤枉。就是说，实际看来那一段婚姻里面是有伤痛的，是吧？以前的事真的都不敢想了。
那您现在对你们俩这个交往之后哈，也2年了，您现在对这个往前走是一个什么态度呢？还是希望我们俩走到一起。有什么现实困难呢？不行，现在他的思维整个是每天都想着，哎呀，你看你儿子每天给你打电话，说以前嘛，你儿子给你打电话就是长话短说，也就说完了，也就拉倒了。这天天打电话，你不是跟你儿子打电话，是跟你前夫打电话。等于这个也怀疑是吧？他现在也开始怀疑我，那时候我妈也是。不是我怀疑你的事儿，你一开始离婚的时候，咱们俩在一起了，对吧？你那时候对我什么样？现在对我什么样？你那时候给你儿子打电话，也就是1个月也就是通几次电话，现在的打的频率就多了，每天要打1个电话，而且通话时间还长，1个多小时。因为那个还背着我通电话，不是背着你通电话，我跟你说过，我跟你解释过，因为我儿子不同意我跟他俩在一起，以前咱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是也就是1年吧，能回去1次，现在每个月就想往家跑。而且回去以后就不想回来。我妈也是做手术了，我给你打电话发信息你都不给我回，结果还应付我，你怎么叫我相信你？你为什么自己想想？你现在叫你的前夫还大伟这么叫着，如果我跟我前妻这么叫小名的话，你愿意吗？那我只能叫我叫他就叫大伟，那你说我怎么叫？对不起，打断一下啊，大军先生，您现在等于说对这个情感犹豫了是吧？对，他的前夫也给我发过信息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们俩根本就不可能。因为我们是17、18年了在一起，而且还有个孩子那么大了，早早晚晚还回到我的身边，很多我的朋友、好朋友什么的都这么劝我，说你们俩根本就不行，不可能在一起。你说你叫我怎么说？别激动哈，大军，我们采访了这个大姐的前夫哈，我们先听一下她前夫对这个事件的一些看法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在啊，这个村儿，我听说比这男的好啊。我是有想法的，因为我们村毕竟是10多年的夫妻了，虽然现在不在一块离了婚，但是呢，我还想重归于好。他现在这男的好不下去，好不了，没戏。我现在啊，第一，我现在能改，因为现在跟朋友也做点什么事情啊，我肯定能打翻人家，对吧？你想说现在你好好想一想，我过去虽然脾气不好，我哪这个对你还不妥吧？对。这个男的现在你看好像对你挺好的，那玩意儿我肯定比他强多了，没戏他。你听他这个话，你怎么认定吧？你的态度不可能跟他在一起啊！我绝对不可能，因为我是让他给打出来的。他打我，你不是说没看着？你说打过我2次，打的我都给他跪下来，你看到了吧？你干嘛还不相信我呢？但是现在你是怎么做的？我现在你现在怎么叫我相信你？我爱这个人。从今年10月份到现在，你就变了，回家次数也多了。回家次数多，就是我儿子你回家看老人，我不反对，回家看儿子也行。问题是现在是孩子跟你的前夫在一起生活，对吧？我拦一句哈，要是你们俩就是真的结婚了哈，孩子跟你们一起生活行吗？您愿意吗？我跟他说过。因为孩子接受不了我，接受不了可以慢慢感化嘛，您愿意吗？如果孩子能接受我的话，我愿意。啊，好。刚才听了前夫一段采访，下面听儿子的一段采访。来，我们听一下。我知道有那么一个叫大军的人，然后正在追求我母亲。虽然说以前我父亲经常打我的母亲，但是我相信，如果我母亲再给我出现一次机会的话，我父亲可以改掉这个毛病，然后我们一家3口会比以前曾经更好。我希望大军叔叔不要再追求我的妈妈了，然后大军叔叔，我相信你会找到比我妈妈更适合你的人，然后希望他不要破坏我的家庭，让我们一家3口幸福下去。儿子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儿子现在也呼唤您回家，您是回呢还是不回呢？我跟我儿子也说过这事，我说我挺喜欢你这个叔叔的。你跟他俩没接触时间长就知道，我在你爸爸身上就找不到他身上这优点。他知道疼我，知道爱我，呵护我，可以说对我百依百顺。希望你能理解妈妈。
但是我儿子他现在可能也是17、18岁，也是叛逆时期，可能是有些事儿他老较真儿。再就是他爸可能也给他惯传的特别多，说他怎么不好。他说可能妈妈可能是我岁数也小，等再过几年我认为我可能能转变观点。我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还是希望你能回来。我说心里话，我不想回去，因为我太爱他了，我不想回去。我爱这位姐。好，好，大军兄啊，再告诉您一个信息。本来我们是想把他儿子请到现场见一见的，啊，见见您的，但是他儿子因为当兵了，啊，已经要到部队去报到了，所以就是一个成年的小伙子了，要开始自己的生活历程了。现在你考虑这事儿应该怎么办？看起来两个人争执的很厉害，在这个争执的背后，到底有一些什么呢？我要请我们的现场3位老师帮他们做一些分析和点评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于老师，大军先生为什么会这么激烈呀？初恋这么多年再重新相逢，的确是让我们觉得重新燃起了爱情的希望。南方大军，您没有孩子对吧？对。所以我想问一下，您觉得是您在他心目当中更重要一些，还是他的儿子更重要一些？我认为他的儿子最重要。对，但是他陪你的时间多呢，还是陪儿子的时间多一些？陪我的时间多一点。对，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？因为你没有孩子，可能会难以去理解作为一个母亲母子情深的那种感觉。如果这一点你不能接纳的话，我个人觉得您是需要来调整自己的心态的。他毕竟有前夫，是绕不过去那个坎儿的，他是要联系的。如果你真的是在你的标准当中是接纳不了这个东西的话，你是很痛苦的。另外，我也发现你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。到这个年龄，你如果还不能坚守自己想要的，再坚持一下，想一想后半生还有多少次机会。也就是说，这段爱其实是需要接受一个人的历史才能够爱下去的，要学会去包容一些东西。既然选择了他，要包容他的儿子，包容他以前的那个历史和前夫。苏老师，只要知道了解一个女人的心情，如果在婚姻当中10几年的婚姻当中，她不断的在挨打，不断的在接受一个男人的暴力的话，我不知道说作为大军先生，你还有什么理由相信说这个女人会重新回到那个家庭当中继续挨打？我相信因为他们终归有一个孩子。孩子只不过是一个借口，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为了孩子不离婚，其实只不过是说明他对这个婚姻还是有眷恋的。而且这个孩子今年已经17岁了，马上也要成人了，孩子也会有孩子的生活。那为了孩子已经委委屈屈半辈子了，到了40多岁，你觉得一个女人还会说以孩子的理由再去回归到之前那个家庭当中，继续过之前10几年的这种黑暗的婚姻生活，继续在接受前夫的打骂吗？我老公打我2次，他都看到。当时的时候，他真是巴不得把我那个前夫一下给掐死那种感觉，真是爱我爱疯了。当他怀疑我的时候，也是发疯的怀疑我，不顾一切的怀疑我。我就是怎么解释，怎么澄清，不好使。还是一句话，你还心里有那个前夫。大军啊，你既是个天使，又是个魔鬼。好的时候像个天使，坏的时候更胜过于他的前夫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的前夫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你没戏。当年因为你的一个迟疑和懦弱，你害了他，害了你的前妻，害了他的前夫，害了他的孩子。你如果当年勇敢，你把握了幸福，他就不会再嫁人，你也不会再找老婆。你要真是像个爷们儿一样勇敢的去抓住这段感情，抓住这个女人，会有接下来的这一切吗？对，这是事实。而今天你又开始懦弱，当年因为你的迟疑懦弱，你把他拱手让人，让他找了别的男人了吗？好过了他前夫吗？今天又因为你的猜忌，你又要把他拱手让人了吗？你有没有后悔当年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？为什么要20年之后的重逢来挽救这一切？当时也是听父母的话。听父母的话。那今天呢？你可以听自己的吗？可以。可以，但是我觉得你还不如他的前夫。为什么？他的前夫虽然说很多行为很恶劣，他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，而且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自己的一切去抓住他。而你呢？你却在把他往外推。你现在叫我怎么相信他？怎么不相信呢？偷偷摸摸给打电话，但是跟他孩子打电话还是跟他前夫打电话？
跟他前夫打电话又怎么样？不行，所有的男人不可能就是允许自己心爱的人有一点点的去怎么样。婚姻当中的忠诚是绝对的，但问题是，他不忠诚吗？他了解一下自己儿子的状况，打个电话去询问一下那种母子亲情，这一点你都不能够理解，你还谈什么以后的幸福？问题是，他不是要是真的跟他儿子在一起聊天，或者是打电话，行可以，但是现在不一定是在跟儿子聊天，还是跟他前夫聊天。如果你大度的跟他说没事儿，你打电话可以当着我面打，没有关系。20年前我失去了你，20年之后无论如何我都要好好的把握你。你想跟儿子联系，我都能够谅解，没有关系。你当着我的面打都没有关系。他会去逃离你吗？一个女人有了20年的过去，你也有了20年的过去。你的前妻不能生育，你跟他离了婚，你能够干干净净的把他给砍掉，但是女方不能。20年的过去，经历里有很多故事，虽然说有前夫折磨她、打她的痛苦，但是也有自己的儿子对于自己的温情。很多事情他不可能一刀砍断，你更多的是应该是一种包容，而不是在这更多的斥责。咱们像个男人行吗？不要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是对的。但是他也有一点，我是心里特别明白。他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：我为了你，为了那个咱俩重归于好，我跟我女朋友俩都分手了，我和他俩分手了，为了谁？不都是为了你？如果你再有一天再抛弃我了，跟你前夫再在一起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说他是这么想的。所以说，很多情况下有些自私啊。如果真的是后悔这20年我没有跟你在一起，我更要珍惜剩下的时间呢。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你在珍惜吗？我有句话要说一下。用心理学角度来分析一下，可能是否更清楚一些。对于大军而言的话，20年前他的初恋小春在他的心目当中是一个美丽的照片。那么今天20年之后，他发现照片上又多了2个人，前夫和儿子，所以他努力的想去消除掉这张照片上的儿子和他的前夫。那么这就是一种初恋情节。他还是在不知不觉的拿过去20年前的那种照片来去衡量今天。换句话说，他爱的不是今天的小春，而是20年前的小春。所以他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眼，发生了变化，所以他接纳不了。对。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，大军请你思考一下，你真的爱他吗？还是爱20年前的他？大家说的都是肺腑之言，供参考，希望你们能够幸福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来听听亲友团的看法，一起进入旁观者清。我是大军最要好的朋友，我对他俩的这个爱情和婚姻是不看好的。小春呢对前夫和孩子啊有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说放弃就放弃了，说离就离了。在我看来，她就是一个不定性的一个女人。我怎么不定性了？将来呢，要是跟大军在一起的话，他们俩也要是没有这孩子，我跟我前夫早就离婚了。大军呢，老是追求那种初恋的那种感觉，到20多年以后，他的年龄啊、现实啊都放在那儿了，说是不合适的。行吧，您是这么看的哈？对，也难怪他要犹豫啊。身边的朋友都这么想嘛。对，身边朋友没给他观察好，老这么琢磨。他本身我跟他俩现在的事跟你们是有直接的关系。我是那个村的邻居。村这个人吧，特别贤惠、善良，还能干，但是她的婚姻是不幸的。经常是她老公有事没事找茬，跟她吵架。把他打的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是经常打是吧？经常打的，我们邻居我特别清楚。但是他离婚以后吧，我就发现他的那个脸上渐渐的有了笑容。有一次吧，他跟我说：“姐啊，我遇见那个大军了。那个大军吧对我非常好，关心我，照顾我。他说他非常爱我，姐我也爱他，我真的很爱他。但是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感觉哈。”他春确实是幸福的，大军，如果你真的爱这春，你就不该怀疑他。如果你对你的爱不确定，你就放手，别再伤害他。谢谢哈，我觉得朋友们其实是提供了一种思路，供2位来思考。接下来的时间要留给你们自己，
考虑清楚，两位可以表白了。让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本身我以前的婚姻就不幸福，可以说也是由他造成的。他为了他妈他不顾我，也就这么分手的。之后呢，我这么多年这苦风风雨雨都过过来了，我就以为我能找到真的爱情，可是我现在我不敢想，我想可能是以后可能是更难。如果跟他结婚的话，我想我每做一件事或者每打一个电话，可能也得向他汇报。我现在认为，他要是老这么猜疑的话，还不如不跟他在一起，因为这种日子我真的过够了，过快20年了，我不想再这样下去。如果能理解我的话，我还可以和你在一起，毕竟咱俩还是有感情的，只不过就是在猜疑当中，这种生活我不愿意过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你如果要是说真的为了我的话，你不应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，这是对我一种折磨我。我说心里话，真的挺难。也许我总是想着咱们初恋的时候的情节，这么多年了吧，风风雨雨走过来，始终没从我心里就是把咱们俩初恋的时候去抹掉的。但是始终就这个心里的这个结还没有解开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以后咱们俩要在一起的生活。我真的希望你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。我明白，我希望咱俩以后能过得都好，多的鱼让他多的。来，请亮灯。我们都听明白了哈，两位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胡老师好像还是很激动啊，想说什么？我说大老爷们心眼这小，太小，就是没有那种担当哈。20年前的一段情延续到了今天，20年前就真的爱过吗？20年后所说的爱还是一种爱吗？他们自己去思考。来，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如果你们是小春的话，这样的男人你们嫁吗？来，请选择。现场有40.91%的观众朋友觉得应该分手，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飘到浮不停，人似浮萍。我想一定要为离开这扇门的女嘉宾鼓一下掌，找到了自己，明白了该坚持的是什么，不该坚持的是什么。至于大军先生的离开，我想只是证明了大家的一些看法，有的时候可能他真的太懦弱了。所以一个懦弱的人，当幸福在你眼前的时候，也许你真的抓